刘主任，我们剛剛學完了上一個動作，能不能再教我們一個動作？來給我們示範一下。行，這個動作就是靠前天使，改善這個就是圓肩駝背啊，打開胸廓，就是背靠前，站立，腳後跟啊，臀部，肩胛骨、後腦勺盡量貼前，說白了就是後邊都是貼前，腰部與前之間啊，得有個空隙，一般是一個手掌的一個自然空隙，動作就是雙臂啊側平舉啊，曲肘呈90度，使上臂和前臂啊盡量貼在這個前臂呈這個頭前的姿勢啊。哦，這樣是吧？這樣。保持手臂啊始終要接觸這個前臂這種感覺，緩慢的沿着這個前臂啊向上滑動，盡量向上延伸，然後再回落到起始的這個頭前位置，這個次數也是10到15次為一組，做2到3組吧，盡量保持這個頭跟上背部啊手臂貼前，如果無法貼前，就是盡量做到自己最大貼前的這個範圍即可，就循序漸進吧。非常感謝劉醫生實用的分享哈。那這幾個動作呢，不管是從穩定、強化到靈活，形成了一個小的體系。而且呢，大家不需要一次性的全做完，可以每天選我們最喜歡的2到3個，堅持才是關鍵的。再次強調一下，如果我們在動作的過程當中出現了任何不適，請立即停止，或者說調整我們此刻的一個狀態。那在我們節目的最後，我們要選取幾個觀眾朋友們最關心的問題，請劉醫生來為我們一一解答哈。首先呢，我來問一個我特別想請教您的問題。很多人都說呢，哎呀，頸椎病啊是治不好的，還有人說頸椎病啊最終都要做手術。您認可這種說法嗎？這種說法對嗎？我們該如何正確的看待頸椎病的治療這件事兒？這也是一個非常普遍且重要的一個就是觀念問題吧。我們需要這個科學客觀的去對待。首先治不好這個說法不太準確。如果把治好理解為讓蛻變的這個椎間盤恢復如初，讓骨刺完全消失，這目前確實做不到。因為蛻變它是一個不可逆的一個生理過程。但是呢，現代醫學啊，治療這個頸椎病的核心目標啊，絕不僅是消除這個引線上的一個突出了或者是增生了，而是改善這個功能，提高這個生活質量，解除它一些壓迫的症狀，防止了殘疾就是截癱的一種。從這個目標來看，絕大多數頸椎病一般通過這種規範的非手術治療，包括我們剛才講到的生活方式的調整啦、康復鍛鍊啦、物理治療啦等等，基本能達到臨床治癒啊，就是症狀消失或顯著的緩解，能恢復正常的基本一個生活吧。真正需要手術的，其實頸椎病的患者啊，只佔一小部分。通常是出現了我上邊提到很嚴重的功能障礙，如進行加重的這個肌無力、行走困難，就剛才提到的脊髓性頸椎病。所以請大家這個建立這個信心，頸椎病是可防、可控、可治。關鍵在於就是早期的一個重視、科學的一個管理、規範的一個治療。消極的治不好，和過度的這個恐懼手術都是不可取的。您看啊，劉主任給了我們一顆定心丸。頸椎病的目標啊，不是讓咱們老化的零件變新，而是讓他們能夠和諧的工作，不鬧脾氣。那麼我們通過科學的方法，完全可以讓症狀消失，我們恢復正常的生活，不必過度焦慮。那麼第二個問題哈，我還想問您，我們老百姓經常聽說，我們有一種叫做交感神經型脊椎病，它症狀呢特別多，比如說這個心慌、惡心、耳鳴、記憶力下降，都可能是它
引起的，這聽起來非常玄啊。劉主任，這種類型真的是存在嗎？我們該如何判斷是不是這種病症啊？這個交感神經性頸椎病啊，它也是頸椎病的一種類型，確實是存在的，診斷上需要謹慎，需要排除其他疾病的這些，要排它一種類型，它不是玄學，而是有解剖基礎的，在我們的頸前啊，有分布的重要的一些交感神經鏈，當頸椎這個發生蜕變的時候啊，不穩定，或者是椎間盤裡邊的刺激，比如突出、骨質增生，會間接的刺激，會壓迫到這些交感神經，引發一系列看似跟這個脊椎不相關、不搭邊的一些症狀，比如說頭暈、噁心、頭痛、記憶力啊，五官上或者是視力模糊了、耳鳴了，咽部有個通咽的異物感，還有一些心臟一些症狀了，心慌、胸悶、血壓波動，一般是血壓高為多見啊。其他還有什麼就刚才我提到噁心了，還有就是出汗，有的有异常的一些出汗，或者肢体的这個發冷、發潮。所以判斷的關鍵在於這個關聯性和排他性。就是關聯性，就是這些症狀的出現和加重，是不是與這個是不是出現了這個頸部你是不是有過頸部的疲勞啊，或者坐姿不當啊，或者是有沒有確實是頸椎病正在發病的時候有關。在這個治療，我單純治療頸椎病以後，這些症狀是不是就緩解了？這個需要考慮一下。排他性就是要排除剛才我提到那種心臟的一些症狀，或者神經的一些症狀，或者耳鼻喉的一些症狀，可以讓這些大夫們給你檢查一下，排除一下這些病。排除這個心臟病啦、腦血管病啦，或者美尼爾綜合症啦，就剛才提到耳石症就是美尼爾綜合症、焦慮症啦，這些其他更常見、更危險的疾病以外以後，才能考慮是否是交感神經性脊椎病。治療也是這個不是非手術不可了啊，治療也是改善這個頸椎穩定，消除這個刺激，以這個非手術治療為主的。那您剛剛提到了說，關於出汗的這個問題啊，我特別想來替我一個女性朋友來問您哈，她呢經常會跟我說，我最近大脖子疼。那她有一個症狀呢，就是她到了冬天的時候，她手腳是冰涼的，而且她晚上基本上結束了一天工作回家的時候，她整個襪子都是濕的。那她睡覺的時候，腳部也特別容易出汗，就是出了汗之後也是冰冰涼的狀態，但是第二天早上醒的時候可能會有一點溫熱，這塊是不是跟她的脊椎？這個就要排除一下這個脊椎病的問題有可能就有些關聯，就需要甄別一下。明白。所以呢，那看您剛才提到，如果说我們出現了心慌或者說頭暈等一堆怪的症狀，先別給自己往這個頸椎上套哈。咱正確的步驟呢是先看對應的專科，排除更緊急的問題。如果說檢查都沒事兒，且症狀和脖子狀態呢緊密相連，我們再和骨科的醫生一起來評估是否是由咱們頸椎引起的交感神經問題。